来关注这款手机的朋友，先对它的后摄工业设计投个票，觉得它设计的好看的打1，觉得它设计的不好看的打2，觉得无所谓的可以打3。Redmi K40 Pro 自封为旗舰汉门源，优秀的性价比肯定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它。我们之前就聊过一期 Redmi Note 9 Pro 的视频，在节目中我们详细的聊了它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那这次作为 Redmi 的新产品，我们肯定也不会放过它。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张张。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喜欢这期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哦，还要关注我们，支持我们。对，别忘了关注我们哦，因为我们会在节目中拍摄大量的样片来进行分析，肯定对得起你的点赞和关注。那么下面呢，先看看他拍摄的精彩样片，之后我们来详细看看他每一个镜头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后期我们会在摄影实战中来重现一下这些样片都是怎么拍摄的。那么现在我们先看手机 K40 Pro 的后摄在功能上跟小米11比较接近，都是一颗超广角、一颗主摄，还有一颗2倍的微距。这次咱们先说拍摄的软件功能。之前我们聊红米 Note 9 Pro 的时候，就对它的内置拍摄功能方面非常的认可。首先就是它内置的滤镜非常的丰富，而且很实用。这次的 K40 Pro 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继续发扬光大。这次我专门找了有瀑布的地方，用它内置的慢快门长曝光功能拍摄流动的瀑布。拍摄完成后，如果你觉得照片还不够精彩，那么你可以用它内置的滤镜让照片更漂亮一些。当然也可以用来拍摄波光粼粼的湖面，让湖面看起来更平静更美丽。当然当时拍摄的时候天气非常不好，雾很大，没关系，有魔法幻天功能。善于利用内置的软件可以让你拍摄的成片率大大提高。当然这个功能也可以拍摄夜晚的繁星和星轨，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如何拍摄星轨的视频，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那咱们开始说主摄镜头。主摄采用的是一颗 1.73分之1英寸感光器，6400万像素，默认输出的是1600万像素照片，光圈 f1.9， 等效焦段厂商不说，而且在照片中也查不到，这点不好，而且不支持光学防抖。来看样片，放大看细节。作为默认1600万像素的主摄，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中心的解析力是非常不错的边角的画质稍微有一些下降。再看另一组样片，放大看细节，依然是中心画质非常不错。再看边缘画质，这是边缘不是边角，画质表现比较优秀。再看6400万的高清模式，对比普通模式的1600万，在宽容度、色彩上损失不大，这点非常不错。放大看细节高像素模式确实在解析力上比普通模式要强一些。K40 Pro 是没有2倍镜头的，虽然在拍照界面里有一个2倍的选项，但是它是通过主摄数码变焦来实现的。虽然画质不错，但是它跟真正的光学2倍镜头比，肯定还是不行的。主摄在近距离拍摄物体的时候，还可以营造一种浅景深的效果。人像模式也是通过主摄来拍摄，抠图算法什么的也是比较不错的。但需要注意点的是，这颗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当侦测到画面中有人脸的时候，它会自动切换到人像模式。可是我的对焦又一直在前面的松果上，那最后就会生成这么一张照片。确实非常尴尬我们说的都是默认设置情况下，我们都是用默认设置来拍摄。再看超广角镜头，跟相场相关的感光器大小参数，厂商不告诉你。800万像素，光圈 f2.2， 等效焦段还是不说，照片中也查不到。但总体来说，成像还是可以的对得起它的参数。而且在拍摄人像的时候，也可以突出一下大长腿。具体的解析力呢，咱们用样片说话，放大中心看细节。可以说当时拍摄的条件光线不好，但是中心画质还是可以的，只是边角的画质下降的比较厉害。再换组样片看，还是同样如此，中心画质不错，这回是边缘画质边缘画质也有所下降。再看微距镜头，这颗微距镜头的上限其实挺高的，虽然说只有500万像素，但是拍出来效果还不错，只是感光器有点小，厂商肯定不想告诉你它有多大，那是因为它只有1/5英寸，光圈 f2.4， 焦段相当于全画幅系统的51毫米。这颗镜头的成像、色彩还有焦外的虚化我感觉都挺有特点的，就是拍摄的时候稍微有点费劲。
所谓费劲啊，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它的焦段其实比较适合拍微距，比超广角拍微距要强，因为你不用离被摄物体很近，也不用怕遮挡光线。但是它的追焦性能一般，而且抖动的厉害，因为它没有防抖，所以成片率不高。想玩好这个镜头呢，那只能勤能补拙了，要么拍摄的时候带上三脚架，要么就多拍多拍再多拍。前置摄像头由长长亲自为大家介绍。Redmi K40 Pro 呢，它自带的滤镜不能调节强度，但是看起来其实都还可以。第二就是它用前置摄像头自拍的时候呀，都是自动调节成人像模式。人像模式可以调光圈大小，这个效果还挺好看的。但是呢，这个是算出来的，不是镜头自带的，所以你看我头顶上碎头发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挺明显的。而人像模式还有一些电影光效，这个其实用好了的话，可以做出很有创意的效果。第三就是它的美颜功能还是挺全的，最重要的是当它美颜调到最低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真实的照片，不是一般的国产手机那种模模糊糊怎么也关不掉的磨皮效果。总的来说还是我挺喜欢的。再看夜景拍摄效果，先看主摄的直出效果，当时的环境还真挺暗的，我没想到这颗镜头直出效果还可以，色彩什么都拍出来了，而且画面亮度也可以。再看夜景模式，夜景模式下就画面更纯净了一些，而且那些乱七八糟的反光也被修正了。总体来说，主摄的夜景表现对得起这个价格。再看超广角，还是同样的场景。超广角的直出表现对比主摄就稍微略显不足了。毕竟当时环境光线还是很暗的。夜景模式下的超广角表现还是可以的，跟直出效果比提升巨大。也就是说，这颗超广角的夜景模式还是很不错的。再看录像功能，录像这块 4K 1080p 这些分辨率都限制着呢，所以清晰度咱们就不过多展开了，咱们就看影响日常使用最关键的防抖效果，白天夜里咱都看看。虽然没有防抖，但是白天手持效果还不错，稍微有点果冻效应。夜晚的话，在城市灯光下亮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走动的话，就像我这样，那么果冻效应就相对强一些了。再看硬件，这次作为旗舰的这还不是守门员，是汉门员了。那硬件应该很棒才对。处理器骁龙888，性能肯定没问题。内存没问题 ，LPDDR5 加 UFS 3.1。最棒的就是这块屏幕，屏幕是手机上最重要的零件，因为你每天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它。K40 Pro 在这点上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这次采用了中置挖孔的前摄。看上去非常精致，而且开孔的直径很小。我们拍摄的时候忘了换一个浅色的壁纸了，但总体上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我们手中这款颜色的名字叫做墨雨，设计灵感来自于那个大骡子大马那个什么刀反正看上去确实挺别致的，好看不好看啊？花钱买的人心里最清楚。手机整体的重量跟薄厚控制的都非常好尤其是厚度只有 7.8 毫米。重量196克，虽然不算轻，但是由于手感握持起来比较舒适，所以也不显沉。后摄的凸起呢不矮，那是因为手机比较薄，所以显得后摄凸的比较高。对了，续航也不错，4500毫安时以上。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也没有感受到续航的压力。当然了，我们主要是拍摄，跟玩游戏不一样。至于硬件上跑分发热，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了。那看完前面的节目，你们应该对这台手机的影像方面的表现心里有数了。那我们俩既然又出来了呢，其实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一定要点赞一系列，并且关注我们哦。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拜，拜拜。